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着，倒计时屏幕上的数字很快只剩下20分钟了。你们说，南离政府还有那个暗影天王，会不会来救我们？我都不知道那什么天王到底是谁，这些恐怖分子为什么会把他摆在和南离政府同等重要的地位上？难道他还能替总统做决断吗？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只能指望这个天王了，不然明年的今天就是我们死亡1周年。人质们开始小声议论着，他们试图通过这样的讨论来降低心中的恐慌感。然而这时候，那个戴着棒球帽的墨镜姑娘说了一句：指望那个家伙来救你们，还不如现在直接自杀更实际。她用的词是你们，而不是我们，是因为这个女人认为自己随时都可以脱身。以她的身手演到现在，其实也挺辛苦的。此言一出，一下子引爆了人质们心中积蓄已久的恐慌，哭泣声顿时变得更响亮了。组长还没有消息，撤出来的那些兄弟到现在还没有联系我们。一个全副武装的男人说道：我们要启动应急预案了吧？他口中的组长自然就是严坤。而那些从激战区撤出来的30-40人，到现在都还没个信儿，已经根本不可能在1小时之内出现在公海之上了。起码从此刻的局面来看，严坤的威胁近乎于完全失效。南离政府压根不在乎这些人质的死活，否则不至于到了现在，周边连个警察的影子都看不见。只剩20分钟了。为首的男人咬了咬牙说道：我们不等了，直接出发，组长一定会理解我们的。好。这个临时决议被传达了下去。10个全副武装的蒙面男人纷纷跳上了游艇，每艘船上分布在3层的人质们全部被集中到了1层甲板上。随后2艘游艇相继发动，准备驶出船坞。这时候，一个武装分子忽然想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他对为首者说道：艾布纳副组长，暂停炸弹引爆的密码好像只掌握在组长手里。18分钟之后，如果拿不到密码，这些人质还是要被炸死。事实上，这些炸弹的布置并不算高明，想要彻底排爆，只要直接解下来扔掉就行了，并不需要经历那种剪蓝线还是剪红线的纠结。但整个解开的过程非常繁琐，起码得需要3分钟。那副组长艾布纳说道：那就把这5个有炸弹的人质全部集中起来，我亲自看着他们。于是那5个身上绑有炸弹的人质全部被赶到了一艘游艇上。而这艘船上现在一共有18名人质和2名武装分子，剩下的12名人质以及8个武装分子都在隔壁游艇上了。这个转移过程花了3分钟，距离爆炸倒计时还有15分钟。以这些炸弹的威力，15分钟过后，这艘游艇上的18个人质不可能有任何一个活下来。那戴着棒球帽的女人被推搡到了1层甲板上，却听到副组长艾布纳说道：呵呵，大晚上的还要戴墨镜。话音落下，这女人的肩膀就被扣住，一只毛茸茸的大手伸到了她的脸上，一把将墨镜扯了下来，丢到了海里面。这女人长得还不错啊，不是南离人。艾布纳副组长盯着她的脸愣了一愣，感受着加速跳动的心脏，说道：如果就这么炸死了，实在有点可惜。这张脸简直漂亮到挑不出什么瑕疵，五官极为精致，有点类似于年轻版的苏菲玛索。面庞上的所有线条既有欧洲的立体感，又保留东方式的柔和。她的皮肤极为细腻，
皎洁的月光洒在脸上，透出了一股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距离感以及高贵感。女人面无表情地看了这武装分子一眼，随后说道：我不想被炸死，演戏好累。你死不死，你说了不算，我说了才算。副组长艾布纳说着，盯着那张绝美俏脸看了2眼，竟然弯下腰开始给她解开炸弹了。这就是长得漂亮的优势。谢谢，女人说道。艾布纳倒也是很直接地说道：我给你解开炸弹，是要劫持你一起走，我不可能带着那么多累赘一起离开，而你的下场说不定比这些被直接炸死的人质要惨得多。女人没吭声，面色甚至都没有一丁点变化。你叫什么名字？武装分子一边解开这固定炸弹的专业锁具，一边问道：伊莲娜。这女人说道：我是从罗尔斯来的。花了4分钟，伊莲娜身上的炸弹才被解开，而这时候时间只剩下不到10分钟了。艾布纳副组长抓住伊莲娜的胳膊说道：好了，你可以跟我去另外一艘游艇了。剩下4个身上绑有炸弹的人质已经个个痛哭流涕，不断哀求着，可是艾布纳只是冷眼旁观，不为所动。要怪就去怪你们的父母，没有把你们生得像她一样漂亮。艾布纳冷笑着说道。伊莲娜看了看夜空，似乎还没有任何的动静，她摇了摇头，在心中自语：难道说是我高估她了？此时游艇已经加速驶进了河道，只要再过20分钟，这些武装分子就能抵达入海口了。而那4个被绑有炸弹的人质已经绝望得泣不成声了。就在这个时候，前方的河道上忽然有探照灯光照了过来，那应该是南利警方的快艇。艾布纳的表情一紧，喊道：准备战斗。而他的话音尚未落下，通讯器里忽然切进来了另外一个声音：我赶不上离开的船了，兄弟们，祝你们好运。这是严坤，他的语气里透着一股非常明显的虚弱感觉。组长。艾布纳听得心中一紧，立刻喊道：组长，你在哪里？我们和你一起走。严坤无疑是这群人中的主心骨，听说他赶不上船了，一股强烈的悲凉之意开始弥漫在每一个武装分子的心底。严坤不在，他们也不觉得自己能活着离开南离国境。我提前安排了直升机接你们。严坤喘着粗气说道：挑1、2个容易控制的人质带上飞机，其他的人质就丢在游艇上，不要管了。他似乎是胸肺受伤了，喘气声非常粗重。随着他的话音落下，艾布纳已经听到远空中传来了直升机的声音，2架民用运输直升机。严坤用心良苦，对退路的安排极为周密。艾布纳的心中百感交集。组长，还有好几10个兄弟。严坤说道：你们先走，不用等他们，他们和我一样都走不成呢。这话语之中没有多少悲伤，似乎从动手开始，他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个结果。看了看人质胸前的爆炸倒计时数字，艾布纳说道：那这些炸弹都是假的。严坤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假的炸弹。艾布纳看着那几个人质身上的倒计时数字，有些难以置信。似乎从一开始，组长严坤就没打算对人质赶尽杀绝。的确，仔细想想，他确实从来都不是一个性格残忍的人。严坤挂断了电话，旁边响起了一道微潮的声音：电话打完了，
正是金上校。这两人所处的位置正是米军基地的门口。金上校看似是借口出来抽支烟，实际上是专门来到这里等着严坤。他明显算准了严坤会在事后躲进米军基地之中，先在基地门口进行截杀。这才是金上校今天来拜访多诺万的最真实目的。多诺万站在司令部的天台上，抽了一口雪茄，遥望着基地门口的情形。当金上校提出来要出去抽支烟的时候，以这位陆军上将的老辣眼光，自然猜到他是要去干什么的了。但是多诺万并没有出手阻止，他万里迢迢地飞到了南利，似乎真的把自己放到了旁观者的位置上。没想到我这最后一条退路还是被你算死了。严坤自嘲地说道。他开门下车，面色苍白，下巴上还有未干的血迹。金上校说道：这其实很好猜，我以为我做了足够多的预案，可这次行动所遇到的变数实在是太多了。严坤此刻显然也不想着反抗了，他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说道：尤其是你把暗影天王强行拉到破冰计划的假现场，是左右整个战局的神来之笔。的确，如果苏无忌不出现的话，那35层的南离高官与北星将领怕是要团灭了。现在回看的话，严坤其实已经做得足够好了。金上校说道：是啊，把他拉进来，我就能放心当个甩手掌柜了。他盯着严坤脸上的血迹看了看，说道：说实话，你伤成这样，有点出乎于我的预料。严坤说道：这就是第二个变数，我遇到了战神传人。战神传人？金上校的眉头皱起来，似乎一下子联想到许多与这位传人有关的故事。显然，这一仗就算是彼此两方都准备得很充分，可大家都有没算到的大变数。看到了金上校的表情，严坤咧嘴一笑：真是难得，歌者也有判断不准的时候。金上校摇了摇头：别乱猜了，我不是什么歌者。严坤抹了一把嘴角的鲜血，说道：你的否认也许是撒谎，也许没有。金上校看着他，声音淡淡：严坤，我必须承认，你是个厉害的对手，但你纠结于我的另外一重身份，毫无意义。严坤笑了：当然有意义，因为黑暗世界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而我猜到了真相。什么真相？金上校的眼睛里流露出了一抹危险的光。严坤眯着眼睛看着金上校，声调扬起：因为雷蒙情报局的星辰歌者其实是两个人。顿了顿，他的目光之中透出了一丝获胜的快感。你如果不是歌者，那你就是星辰。星辰和歌者不是同一个人。金上校听了这话，表情有些怪异。他沉默了几秒钟之后，才摇了摇头，说道：严坤，你在开什么玩笑？如果歌者听到了你这句话，怕是要笑得肚子疼。严坤说道：我并没有开玩笑，虽然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他看着金上校的眼睛，继续道：如果你不是，为什么在南利你还要戴着面具和美瞳做伪装？我只是长得不那么好看，不想以真面目示人而已，这和另外一重身份没有任何的关系。金上校摇了摇头，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转而说道：严坤，你是个情报方面的顶级人才，如果死在这里，确实是有点可惜。金上校的这句话里多少有点惜才的意思了。大家都是靠脑子生活的人，
而和严坤的这一次交手，给金上校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严坤的脸上倒是有着轻松与释然，他说道：从我踏上这条路的第一天起，我就已经预想到这一刻了，早晚都要来的。金上校看着他，微微眯了眯眼睛。你一点都不怕死？严坤淡淡说道：以前很不想死，但现在死到临头了，倒也没那么怕了。金上校又问道：出了这种事情，米国人不可能救你的， CIA 那边更不可能出面承认你是受他们的指使。事已至此，你觉得悲哀吗？我的情绪并不重要。严坤说道：那什么才是重要的？金上校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我总觉得你可能还有什么底牌没有亮出来。这时候，金上校接到了个电话，他听那边说了句什么，随后摇了摇头道：我知道了。金上校挂断了电话，随后盯着严坤：你已经料到我会在米军基地的门口等你了，是吗？严坤说道：料到与没料到重要吗？很重要。金上校说道：如果你料到了这一点，那么你这次主动自投罗网的真实目的就太耐人寻味了。那你寻到这真相了吗？严坤微笑道：本来没猜到，但刚刚负责封锁的特种部队告诉我，你们撤出来的36个人现在都不见了。金上校盯着严坤，眼神里透出了一股清晰的压迫力。他们去哪里了？之前严坤用30名人质的生命要挟南黎政府，以换取剩余人马撤出包围圈。而在2分钟前，艾布纳副组长还在电话中说起，那些撤出来的同伴们到现在还不见踪影。那些人大部分都不是来自于天泉神殿，更不是清月计划的组员，而是严坤自己拉起来的私兵。严坤微笑着说道：我也不知道是。你来到了米军基地，吸引了我这边所有的注意力，却以此来完成了偷天换日，厉害。金上校的声音沉沉。原来严坤之所以又是绑架人质，又是做出自己要躲进米军基地的假象，就是为了给自己的那些手下腾出撤离的空间。金上校算的每一步他都算到了，甚至最后还超出了一步。过奖。严坤说道：但我终究是你和暗影天王的手下败将。金上校摇了摇头：你的表现太出色了，我越来越不舍得让你死了，我也不舍得。这时候，一道声音从夜色深处远远传来。金上校看向道路的尽头，一个轮廓模糊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里。人未到跟前，庞大又压抑的气场却已经扑面而来。奥丁来了。大人。严坤的眼睛微微一亮。不过看他这表情，奥丁的到来似乎并没有多么出乎预料。该死的！金上校见状，表现出了罕见的不爽，他一拳砸在了基地围墙上，重重一叹：前功尽弃。你们谈不上前功尽弃呀，因为破冰已经实现了。严坤靠在车门上，疲惫和内伤交织袭来，让他已经有些撑不住了。他看着金上校，继续说道：其实我为了这一天已经提前筹备了2年半，而你和暗影天王只是临时被动防御，相比较而言，还是你们更厉害。金上校没有对此给出任何的评价，他扭头看了一眼站在司令部天台上的多诺万，又看了看缓缓走近的奥丁，随后果断地上车离开。此时河道上2架直升机已经开始降低高度，悬停在了游艇顶层甲板的旁边，
而南利警方的快艇也已经驶到了200米之外的区域，停了下来。他们不能靠近了，因为副组长艾布纳已经开始喊话，如果南利方面再靠近，他们就要枪决一名人质。一名武装分子跨了2步，身形跃起，跳进了机舱。然而这时候，一道锐利的破空声骤然响起，唰，仿佛夜色被割裂，一道黑色的闪电径直劈入了直升机的舱门。刚刚进入机舱的那名武装分子当即便被射中了后背，一头栽倒在了机舱内。其余的武装分子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又是数道黑色闪电直接从河岸上爆射而来，刷刷刷。游艇上3名最靠近人质的武装分子同时被穿透了胸膛。这时候，艾布纳副组长才看清楚这黑色闪电到底是什么东西，竟是箭矢。这精准度太离谱了，简直堪比资深狙击手了。这个艾布纳的反应极快，立刻把那个名为伊莲娜的漂亮女人拉到了身前，挡住了对方的射击角度。你跟我上飞机。艾布纳说着，直接猛然一跃，带着伊莲娜跳进了机舱里。这时候，黑色箭矢再度射来，又有3人中箭。趁此机会，剩下的3个武装分子赶忙跳进了机舱。2架直升机已经升空而起，不过其中1架上并没有任何人质。可饶是如此，南利警方布置在快艇上的狙击手也没有对那架直升机的飞行员开枪。确切地说，这2个狙击手简直都看麻了。那从河岸树林里射出来的长箭几乎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这种手段闻所未闻。人质们好像一下子被解救了，大家在短暂的沉默过后立刻庆祝起来。除了剩下的4个被绑有炸弹的人质，他们的哭声更响了。炸弹的倒计时还剩下不到1分钟。这艘游艇上的人质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纷纷跳下了海，以免自己被波及到。此时，艾波纳所在的那架直升机已经迅速拉升。伊莲娜坐在舷窗前，回想着刚刚从河岸树林里射过来的箭矢，若有所思，随后轻轻自语：这次的南利还真是热闹。艾布纳看着那些大哭的人质，呵呵笑道：倒计时快结束了。伊莲娜的思绪被这句话拉了回来，她也看着下方的情景，随后瞳孔微微一缩。因为一个身影忽然从河水中翻上了游艇，直接冲到了那些身上绑有炸弹的人质旁边。他看了看那些锁具，并没有去尝试解开，直接掏出了一把紫色软剑。这些专业锁具在锋利的紫剑面前根本形成不了任何的阻碍。半分钟过后，4个人质身上的炸弹全部被硬拆下来了。此时倒计时还剩10几秒，这个男人把这4枚炸弹远远丢入河道里，这才松了一口气。挺有勇气，艾布纳说道。他还不知道炸弹是假的，就敢这么冲上来救人，比那些在快艇上不敢靠近的南里警方要勇敢多了。伊莲娜淡淡地说道。这还差不多。艾布纳的眉头一皱。你说什么？伊莲娜摇了摇头，没什么。她其实一直在等着苏无忌出现，如果后者始终不来，她会非常失望，失望自己怎么会被这么一个家伙给挖了墙角。似乎苏无忌表现得越出色，伊莲娜的心里就越平衡。但这次在伊莲娜的眼中，这个华夏青年的表现似乎并不算特别亮眼。艾布纳看着身边这个堪称国色天香的女人，
说道：“你现在就是我们的护身符，没有人能救你了。”停顿了一下，他又说道：“既然是罗尔斯国籍，那么南利警方营救你的意愿可能也就不那么强了。”伊莲娜轻轻一笑，俏脸之上不见丝毫的慌张。不重要了，她只要想离开，随时都可以。这时候，机舱广播响起来：“我是南离国家情报院金成员，警告你们立即降落，立即降落，否则将被击落。”艾布南命令飞行员切断通话，不要搭理他们。通话被切断了，机舱安静了许多。伊莲娜淡淡问道：“你们准备把我带去哪里？”艾布纳还没开口，飞行员便说道：“去公海300公里之外，会有一艘前往欧洲的货轮经过。”伊莲娜说道：“也行，正好顺路回家。”艾布纳看着她那无可挑剔的容颜：“可你这么漂亮，我实在不想放你离开。”这还没脱离危险呢，他竟是已经有些蠢蠢欲动了。伊莲娜扭头看了他一眼，这眼神里透着淡漠以及高高在上的俯视感。说不上为什么，看到这样的眼神，让艾布纳的心脏突突一跳，一股莫名其妙的惶恐感从心底升起来了。隔了2秒钟，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心中随之充满了愤怒。你知不知道自己现在处于什么境地里？竟然敢这么对我说话！艾布纳吼道。然而这时候，飞行员忽然说道：“南离方面有直升机要追来了。”众人纷纷往舷窗外面看，只见一架直升机沿着河道超低空飞行着，正从游艇旁边经过。而先前解开了人质们身上炸弹的那个青年，忽然纵身一跃，抓住了直升机的起落架。不等他翻进机舱，这架直升机便已经迅速升空，开始加速追了过来。伊莲娜见此，在心中淡淡一笑，这还差不多。苏无忌的身形在起落架上荡了2下，便直接翻进了机舱里。他没想到的是，坐在直升机驾驶座上的竟是小庞。小庞不是让你送崔西和汉密尔顿去医院的吗？苏无忌说道。用不着我了。小庞说道。半路遇到了姑姑。现在他也跟着喊姑姑了。苏无忌一愣。苏赤烟来了。小庞说道。是的，我把老板的2个朋友交给了他。苏无忌的音量一下子提高了8度。那可是奥丁啊，苏赤烟来掺和什么的，他又不会功夫，多危险。这时候小庞说道：姑姑你看，我没说错吧？老板很担心你的。这还差不多。苏赤烟的声音响起来。好家伙，你俩埋伏我。苏无忌愣了愣，没好气地说道：什么时候了，幼稚。我是让小庞测试测试你，看看你会不会背地里喊我女魔头。苏赤烟的声音从机舱通讯里响起，语气非常满意。现在看来你表现不错，下次你再找我借钱补亏空，我就勉为其难的再答应一次好了。苏无忌略有无奈地问道：呵呵，姑姑你来南离做什么？说话间他指了指速度表，示意小庞加速。前面的2架直升机都快要跑出视线范围了。做什么？当然是帮你牵线搭桥了。苏赤烟说道。不然你现在的这架直升机怎么来的？可是奥丁。听到姑姑在背地里做了这么多，苏无忌的心里其实很感动。他说道：你以后不要再来了，这里太危险了。你姑姑，我怕过什么危险？苏赤烟说道。但是黑暗世界的一些事情，
最终还得靠你自己。这都是你爸说的。听苏赤烟这意思，他应该是想要帮苏无忌直接趟平所有敌人的，但是某个老登不愿意。姑姑，你早点回华夏，南离不安全。苏无忌盯着前方的直升机说道。一个严坤还没搞定呢，奥丁又跟着杀来了。此时的南离还远没到风止雨歇的时候。有你这句话，姑姑我就没白疼你。苏赤烟笑道。不过我得晚几天才能回去，我之前在南离这边还有一些关系，如果彻底断了，未免太可惜，我需要有人接手。苏无忌说道。怎么听起来你要准夜退休啊？苏家的影子少主都要上位了，我这个当长辈的不得时去点主动让路。苏赤烟随后不再开玩笑了，而是叮嘱道，救人质的时候别逞能，要把自身安全放在第一位。苏无忌满不在乎地说道。放心，这群小喽啰奈何不了我。对了，苏赤烟在挂电话之前又多说了一句，你那2个朋友受的内伤颇重，但是奥丁并未下杀手。苏无忌说道。我明白，如果奥丁有杀人的心思，小庞也没有机会救他们。其实这也是苏无忌有些疑惑的地方。据说这位炙手可热的天神真正的战斗力位于整个黑暗世界的金字塔顶端，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破坏了天权神殿的计划。按理说奥丁应该直接弄死汉密尔顿和崔西泄愤才是，可他偏偏没有，只是随手把他们打伤。对此苏无忌所能找到的唯一理由就是不屑。苏无忌收起了这些思绪，盯着前方的直升机打了个电话。埃洛文堵到人了吗？是的，埃洛文也来了。游侠神殿的5大天王有4个都来到了南离。埃洛文的声音从听筒中传来，影子，你的预判没错，36人全部都进了那个贯穿南北的地下通道里。据说有一条通道贯穿南北2国，存在了80年。这只是传言，因为现在绝大部分人已经不确定这条通道到底存在不存在了，甚至连2国的官方可能都不清楚。但偏偏埃米拉在进攻严坤身边那个黑客的电脑之时，从一个名为备战2年半的文档里面看到了与这通道相关的详细信息。这就有意思了。而这个秘密的通道入口正好位于那一片激战的办公区和劫持人质的港口之间。苏无忌跟这个严坤交手之后便发现，这个天权神殿的高层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这个通道的详细位置更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他手下的电脑里。苏无忌觉得这个严坤说不定要利用这条秘密通道来搞事情，于是便安排埃洛文直接等在里面。游侠神殿的这位漂亮天王便从头到尾都没有露面。当那关闭了所有通讯的36人走进通道之后，等待着他们的便是好几个重机枪的枪口，干脆利落，全部俘虏。苏无忌笑着说道，把这些全都送给歌者，让他处理好了。埃洛文听着这句话的语气，不禁问道，你不怪他把你拉进这场局里面？苏无忌摇了摇头，即便是他不强行把我送到交战现场，我也会想办法主动进去的。埃洛文很懂苏无忌，不能就这么算了。苏无忌笑道，所以才让你送人过去。得加钱。10几分钟之后，金上校心事重重地开着车，再过2个路口，他就要进入金家的庄园了。这是整个南离最炙手可热的豪门。
在金上校看来，虽然破冰计划成功进行，严坤的冰封行动也彻底宣告失败，但有几十个逃兵从眼皮子底下消失，奥丁又把严坤救走，在金上校这个完美主义者的眼睛里，多了这2个瑕疵，这件事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便算不得成功。可是这时候他却远远看到金家庄园的门口明显有些混乱，一辆厢式货车正停在门口，金家的保镖们一个个如临大敌，严阵以待。货车司机开门下来，他高举双手，苦着脸说道：别开枪，别开枪，我找金上校，有人让我把这箱货送给他，这是货到付款，他还得给我结账呢。别乱动，把车厢门打开。保镖喊道。那司机举着手走到了车厢门边，嘿嘿一笑，说道：不行，那边的老板交代了，不见到金上校，我就不能随便开门。我就是金上校。金上校开着车停下了旁边，他走了下来，说道：你可以开门了。这司机连忙伸手入怀，这个动作搞得周围的保镖一个个如临大敌，手中的枪全都处于随时激发的状态。然而司机却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货物结算单，说道：货到付款，金上校，你得先签字，我才能给你开门。金上校摇头笑了笑，我看看。看他的表情，似乎已经猜到这台箱货的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了。下一秒，金上校的目光就控制不住的一凝，道：500万华夏币，这么贵？司机说道：货主说了，金上校要是觉得贵，他就翻倍卖给米国人。金上校见状，摇头笑了笑：你先打开车门，我验验货，没问题我就立刻打钱。行吧，我勉为其难的给你行个方便。司机嘿嘿一笑，打开了货车门。于是一群身穿黑色战斗服的男人便出现在所有人的眼里，他们全都被打晕了过去，绑得结结实实。其他保镖们见状，个个一头雾水。货车司机说道：一共36人，每人按10万块华夏币计算，一共360万。金上校说道：你刚刚还说500万，剩下的140万是精神损失费。货车司机说道。金上校对旁边的保镖队长说道：联系家里财务打钱。保镖队长立刻答应，小跑着离开。金上校掏出了一支烟，丢给了货车司机。后者笑眯眯地接过来道：我没带打火机。金上校把打火机也抛了过去，他可不会主动给这货点烟。然而那货车司机点完了烟之后，顺手把火机揣到了自己兜里。金上校看得一阵无语，随后忍不住地说道：你们游侠神殿的人都是这么无耻的吗？司机笑着说道：歌者大人好眼力，但论起无耻，真的比不上您。金上校这次没再反驳这种身份猜测，或者说他已经懒得反驳了。他看着这司机的脸，忽然想明白了一些事情，随后道：原来如此，这次的南历真够热闹的。与此同时，苏无忌的直升机已经追上了伊莲娜所在的那一架飞机了，2架直升机并排飞行。苏无忌说道：小庞再贴近一点，我跳过去。小庞立刻操作，极限贴近。2架直升机的螺旋桨已经快要搅在一起了。苏无忌打开了舱门，力量在足底爆发，直接纵身一跃。这一刻，一根用来锁降的绳子从他的手里甩了出去，
精准地缠绕上了另一架直升机的起落架。机舱内，艾布纳吼道：“该死的，他过来了！拉升高度，把这家伙给我甩掉！”直升机飞速拉升。伊莲娜轻轻抿嘴，她几乎没有被人救过，这种感觉实在是有些怪怪的。一名组员掏出了手枪，道：“我去干掉他。”说着，他打开了舱门，探了半个身子出去，想要打死苏无忌。伊莲娜犹豫了一下，她第一反应是想要出手，但似乎又决定再观望一下。砰砰，接连2道枪声响起，这个组员的身体狠狠一震，随后一头栽向了大海。一个组员被苏无忌2枪打中了脑袋，栽了下去，另外一人立刻补位。然而艾布纳副组长却喊道：“不要探头出去，立刻关闭舱门！”砰！直升机舱门被重重关上了。似乎他们觉得只要死死关着门，苏无忌基本上就不可能进得来。伊莲娜始终把自己放在旁观者的角度上，她那绝美的俏脸上表情透着轻松，似乎觉得现在这一切才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此时小庞已经打开了驾驶座的小舷窗，将一支突击步枪伸了出去。艾布纳的那架飞机在拉升，而第2架直升机则是飞过来贴近小庞的这一架，防止他去接应苏无忌。小庞端着枪对着隔壁直升机的驾驶舱连续扣动了扳机。枪声响起，旁边机舱的舷窗玻璃上瞬间溅满了鲜血。飞行员被打死，直升机也失控了，斜斜栽向了大海，炸成了一大团火球。看着此景，艾布纳副组长吼道：“不要停，继续拉升，快一点！”他们透过舷窗能够清楚地看到，苏无忌抓着绳索被当空荡来荡去，身手不行，这么久都没上来。伊莲娜摇了摇头，给出了一个不太高的评价。然而紧接着忽然有2声枪响传进了机舱里，所有人都感觉到了机身一震。飞行员喊道：“尾翼受损，尾翼受损！”苏无忌居然直接开枪打直升机了。这个疯子！艾布纳恼火地对着飞行员吼道：“现在该怎么办？现在该怎么办？”此时距离可以降落的货轮还有200公里呢。迫降，我们只能迫降了。飞行员喊道。仪表盘上的尾翼故障图标早已亮起，飞行员努力在保持着机身的平衡。苏无忌只要冲着尾翼再多来一发子弹，那么这架直升机就要栽入大海了。该死！艾布纳看着周围的茫茫海面，恼火之极。迫降吧！这飞机上并没有救生衣，迫降之后，众人只能在大海里漂浮着，听天由命了。此时，这直升机距离海面起码还得有250米的高度。可是，众人却忽然听到了敲门声，确切地说是拍门的声音。砰砰砰砰！未开门啊，再不开门，老子就继续开枪，你们直接坠机好了。苏无忌的声音清楚地传进了机舱内。伊莲娜莫名觉得有些离谱，也有些好笑。这个混蛋！艾布纳一把将伊莲娜拉起来，随后猛然推开了机舱门。他想借此把苏无忌给推下去，可是后者却根本不在门后。敲完了门，苏无忌就回到起落架上待着了。舱门这一打开，他直接一抬手，
艾布纳还没来得及把门关上，却忽然发现自己的脚忽然被一道紫芒给缠住了。苏无忌抓着紫色软剑，直接一拉，艾布纳失去了重心，直接被扯出了舱外，摔向了海面。但是此时同时被带出机舱的还有伊莲娜，她始终被这个艾布纳抓着手腕呢。人质居然被甩向大海，这一点倒是有点出乎于苏无忌的预料之外。救我！伊莲娜在与苏无忌擦肩而过的时候顺口喊道。说完，她忽然觉得这句求救有点让自己反胃，刚刚实在是入戏太深了。苏无忌的反应极快，在那两人被甩出机舱的一瞬间，他便已经跟着跳了下去，甚至他的手已经抓住了伊莲娜的脚踝。给我死！艾布纳倒也是够疯狂的，在这倒着摔落的过程中，他居然还能掏出手枪，想要对着苏无忌的脑袋射击。苏无忌左手一扬，紫芒一闪，于是这艾布纳副组长的便赫然发现，他的手枪连带着握枪的右手已经不翼而飞了，齐腕而断，鲜血喷涌而出，随风而散。啊！艾布纳发出了一声痛吼，苏无忌手中的紫色软剑又是一挥，剑锋扫过艾布纳的脖颈，一道血口子在后者的喉咙前出现，鲜血再度喷出。苏无忌直接踹了这家伙一脚，于是艾布纳便落向了大海。气管喉管都被割开的他已经不可能活得成了。下一秒，伊莲娜便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被一个男人从背后紧紧抱住了。扮演人质到现在，她忽然发觉自己吃亏了，被占便宜了。苏无忌的一只手环住她的腰，另外一只手压在她的胸口，她的正面和她的背面紧紧相贴。虽然是救人，但伊莲娜还从来没被男人这么近距离地接触过。微微皱了皱眉头，伊莲娜却并未出手，似乎她还想要再观望一下。眼看着就要落入大海了，她说道：我不想被拍死在海面上。这句话还没说完，苏无忌便早已调整了两人的姿势，他几乎是躺在了伊莲娜的身子底下。你不必。伊莲娜本想让他不用这么做，但再一次被打断。深呼吸，再闭气。苏无忌喊道。伊莲娜本能地照做了。紧接着，轰，两人轰然砸入海中，激起了巨大的水花。从江200多米的高度上这样摔下来，正常人早就直接被海面拍死了。而苏无忌则是充当了人肉垫子，给伊莲娜完全挡下了所有的冲击力。其实他明明可以选择阻力更小的入水姿势，但为了避免怀里的人质受伤，苏无忌本能地选择了现在这种方式。两人砸入海中很深很深，但即便冲击力如此巨大，苏无忌也没松开双手。事实上，在入水之前，苏无忌已经调整了力量运转，使之布满了后背，抵消了很多的冲击力。伊莲娜克制住自己那些本能的游水动作，任由苏无忌抱着自己，看着对方双脚摆动，迅速上浮。两人从海面上冒出头来，正好看到那架被打坏了尾翼的直升机坠落海面。谢谢你救了我，伊莲娜说道。苏无忌单手抱着她，双脚踩着水，说道：不客气，你没事吧？伊莲娜抬头看了看，说道：从那么高的地方落下来，居然没受伤，难以置信。她不禁觉得自己的演技越来越高了。这种事儿还挺有意思，比待在那冰冰冷冷的宫殿里
好太多了。我没想到自己能获救。对了，你叫什么名字？伊莲娜问道。然而下一秒，她就看到了苏无忌呆呆的眼神。这倒不能怪苏无忌定力不强，实在是此刻的伊莲娜真的太漂亮了。她的头发全部被打湿，水花汇聚成小溪，从俏脸上流下。皎洁的月光洒在那完美无瑕的脸上，美得像是月光下的精灵女神。呵呵，渣男。伊莲娜在心中说了一句，表面上却道：你在看什么？苏无忌回过神来说道：没什么没什么。他抬起了一只手，开始对着天空中的直升机挥手。看到苏无忌的眼神瞬间变得清明透亮，伊莲娜忽然觉得这青年的定力确实非比寻常。她知道自己长得有多好看，更是见过很多男人为自己痴迷到久久无法回过神的景象。小庞驾驶着直升机降低了高度，却并未靠太近，而是打开了小窗户，喊道：老板，往你的前方游，只要游3个小时就能上岸了。苏无忌瞪大了眼睛：3小时我游什么游？小庞，你的脑子坏掉了。然而小庞却根本不解释，竟是直接驾驶直升机拉升高度飞走了。扭头看了看视野里越来越小的2个身影，小庞说道：祝老板拥有美妙的夜晚。伊莲娜的表情有些艰难。你确定这是你的手下，不是你的仇人？苏无忌咬牙切齿。我回去之后一定要扣他的工资，狠狠扣。伊莲娜心想，这个青年还真是心慈手软，手下这么不靠谱，居然只是扣工资那么简单。要是放在自己那边，这傻大个可能命都没了。我们现在怎么办？伊莲娜问道。没办法，游回去吧。苏无忌不爽地说道。伊莲娜，可是我不会游泳，自己才不干这种体力活。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今天就要看戏看到底。可是伊莲娜没意识到的是，所有看戏的人不知不觉间都会变成戏中人。你抱着我。苏无忌说道。双手搂着我的脖子。哦。伊莲娜照做，在海里湿着身子搂着情敌，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怪异了。苏无忌单手搂着伊莲娜的腰，另一只手划着水，速度倒也不慢，只是和他的水中全速实在是差距甚远。游了一会儿，苏无忌说道：这样太慢了，你到我的后背上去。好。伊莲娜倒也不矫情，调整了一下姿势，趴在了苏无忌的后背上，双手继续搂着他的脖子。这样一来，苏无忌的双手双脚就能解放了，游泳速度大增。可这时候，伊莲娜分明看到苏无忌后背的衣服已经快要变成布条了，从高空坠入海面。那巨大的冲击力几乎将这些布料撕扯得稀碎，那衣服下的皮肤也没能幸免。伊莲娜只是扫了一眼，便看到了不少细小的血痕，那些都是皮肤崩裂所产生的伤口。海浪漫过，血痕被海水冲掉，然后又继续渗出鲜血，这个过程始终循环往复。虽然出血量不多，但那么多的伤口不断碰到咸咸的海水，这种疼痛必然犹如酷刑折磨。可是苏无忌却毫无所觉，依旧不断向前。你后背疼吗？沉默许久，伊莲娜终于忍不住地问道。她倒不是心疼苏无忌，只是觉得这个青年和自己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嘿，小伤。苏无忌满不在乎地说道。你要不说我都没感受到。
伊莲娜轻轻摇了摇头，我只是个与你素不相识的人质，值得你这么救吗？苏无忌随后扯道，当时也没想那么多。伊莲娜看着身下的男人，目光悠远，声音之中带着微微的复杂感。你这样的男人平时很招女孩子的喜欢吧？平时是不是有很多女孩子喜欢？听到这个问题，苏无忌哈哈一笑，然后一不小心喝了口海水。呸呸呸！苏无忌一边把嘴巴里的海水吐出去，一边说道，平时女人缘不错，大概是因为我长得比较帅。伊莲娜的心里显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帅哥，自己这些年可见得多了，若是只靠长得帅，可挖不动自己的墙角。但经此一事，他大概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这个青年给比下去了。要是换做别的女人，被你救了这么一次，怕是得沦陷了吧？伊莲娜问道。苏无忌说道，我可不在意这个女人多了真的很麻烦的。他安静了一会儿，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而苏无忌又游了半个小时才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啊？伊莲娜。是。苏无忌。做什么工作的？没什么工作。他说道。苏无忌。那你的钱够花吗？伊莲娜说道。够的，每个月都有人给钱。神殿名下的那些产业，每个月都要给神殿总部上缴利润的。苏无忌。每个月都给托吗？伊莲娜想了想自己账户里那一串长长的数字，挺多的。苏无忌了然。你长得这么漂亮，靠脸吃饭倒也正常。只是这语气之中似乎略带可惜，他总觉得这个家伙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其实在见面之前，伊莲娜对苏无忌可没有多少好印象，尤其是还听说这家伙背地里说过自己不少坏话。但这一次接触下来，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对这家伙的感觉。总之，要是当朋友的话，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可是自己又不需要朋友，更何况跟情敌成为朋友，开什么国际玩笑？见面不互相拔刀就是好的了。又过了半小时，伊莲娜看着这个驮着自己奋力划水的青年，不禁问道，你要不要休息一下？苏无忌说道，不用，体力倍儿棒。伊莲娜不禁觉得他这体力似乎也是挖墙脚成功的原因之一。某个理想主义的笨女人，以前没见过没吃过的，哪里受得住年轻人这一通蛮不讲理的狠凿？越想越不爽。伊莲娜搂着苏无忌的脖子，一想到这个青年拉着自己的前女友去做了些什么，她就不禁有种想要把对方直接掐死的冲动。忍了忍，她终究没动手，只是双腿稍稍发力。苏无忌莫名觉得身上的女人变得沉了一些，但以为是自己体力下降的缘故，也没多想。伊莲娜见状，臀和腿继续发力下压。苏无忌被压得往海水里一沉，又喝了一大口水。伊莲娜心中微微暗爽，然后缓缓撤去力量，还顺口问了一句，你是不是累了？要不要休息？他丝毫没意识到自己此刻的行为明显非常幼稚。可以齁死了。苏无忌吐了几口海水，随后说道，对了，伊莲娜，你这么年轻漂亮的，其实……哦，其实什么？伊莲娜看了苏无忌一眼，觉得狐狸尾巴终于要露出来了。苏无忌，自力更生才是正道，给包养一时爽，但终究是条歪路。什么？伊莲娜简直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
他哭笑不得，心里的那股不爽都消失无踪了。怪不得对方这半小时总是欲言又止的，合着误解到这份上了。我包养别人还差不多。我什么技能都不会，找不到工作。伊莲娜说道。她还真的演上了。仔细想想，伊莲娜觉得自己这也不算撒谎，除了杀人之外，其他方面确实会的不太多呢。入戏之后，她不禁觉得今天真是近些年以来最有趣的一天了。苏无忌说道。正好我是个开酒吧的，你要是吃苦耐劳来酒吧里当个服务生，如果你想少出点力，就在我酒吧里当个气氛组，你觉得怎么样？以伊莲娜这样的颜值，要是往皇后的大厅里一坐，乖乖，本老板还不得数钱数到手发酸，又能帮人从良，又能增加进账，一石二鸟，何乐而不为？伊莲娜倒是不知道苏无忌在想这些，她强忍着心中怪异的感觉，说道：你还挺热心的。给你几个胆子啊，敢把我拉去当气氛组，你去黑暗世界里打听打听，有几个人敢有这种想法的？苏无忌说道。当然热心了，但只是个建议而已。如果你不愿意，我当然不会勉强的。把你的酒吧地址告诉我，以后有时间的话，我说不定会去看一看的。伊莲娜说道。苏无忌哈哈一笑。就在华夏灵州最著名的皇后酒吧，你记住了，我叫苏无忌，到地方提我名字就行。说这话的时候，苏老板根本没想到，只要漂亮女人到门口提他名字，保安都不敢放进去，生怕是老板在外面惹得风流债。想到了某个问题，伊莲娜问道：如果我是个又丑又胖的老男人，你还会这么奋不顾身的来营救我吗？苏无忌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这问题，随后说道：那我应该不会让你这么骑在我身上。听了这个答案，平日里很少会笑的伊莲娜竟是难得的笑得不行。苏无忌的后背肌肉清楚地感觉到这种颤动，他只觉得这女人身材真好。好不容易止住了笑声，伊莲娜说道：我现在很确定你是个好人。想着苏无忌在行将爆炸的最后时刻依旧帮几个人质解开炸弹的样子，伊莲娜轻轻摇了摇头，起码自己做不到这一点。能在黑暗世界里站稳脚跟的，有几个大公无私讲奉献的？苏无忌说道。其实好人活不久的，因为软肋太多。听到这句话，伊莲娜默默地思考了一会儿，才说道：但是能最后站到巅峰的，一定是好人。她忽然觉得，在跟这个情敌的对话里，自己好像对于所谓的人生多了一重理解和感悟。前面有一片礁石，休息一下吧。伊莲娜说道。苏无忌抬头一看，说道：你眼力可以啊，我都没看清楚。我从小视力就好。伊莲娜嘴上这样说，心中却暗乎差点露馅。苏无忌游到了礁石旁边，又背着伊莲娜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上去。感受到自己的大腿肌肉被男人拖着，伊莲娜的心里又有点怪怪的。奇怪，这种程度的接触，对于一贯不喜欢男人的她来说，居然并没觉得有什么排斥和反感。此刻已是初冬的夜，苏无忌游了那么久，倒是不觉得冷。但冷风一吹，伊莲娜看似控制不住的连续打了好几个哆嗦。在打哆嗦的同时，她心里还觉得自己演得不错，起码记住了这个细节，没有露馅。是我大意了，苏无忌说道。现在不是夏天，你这样很容易失温的。说着，他便抓住了伊莲娜的手，结果手心还是热乎的，
比自己的还热乎。苏无忌诧异地问道：你不冷吗？实力强大的伊莲娜面无表情地给自己找了个理由，说道：刚刚海风一吹有点冷，现在又不冷了。苏无忌：你这热得快啊。伊莲娜抿了抿嘴，不知道该找什么借口了。说谎被拆穿的感觉真糟糕，总不能扯淡说自己跟异性接触少。刚刚紧贴磨蹭了那么久，所以身体比较热。还好苏无忌没多想，他说道：好，那我们不要耽误时间，抓紧回到岸上，万一失温了就麻烦了。随后他也不休息了，重新背起了伊莲娜走进海水里。谢谢。伊莲娜看着这个青年，很认真地说道。这一刻，她忽然莫名的很想告诉对方，自己其实不仅会游泳，泳技还挺好的。可都已经装到现在了，还得硬着头皮继续装下去。又过了1个半小时，赤着上身的苏无忌才背着一个浑身上下都在滴着水的漂亮女人回到了岸上。小庞和朴妍希都站在岸边呢，金傲丽也在。倒是月格格去执行调查局的任务了，没出现在这里。京城元带着一众手下也紧张地等在这儿。一看到两人出现，这位情报处长先是松了一口气，随后立刻喊道：快，救护车！2台救护车就等在旁边呢。放我下来！伊莲娜小声说道。苏无忌把她放了下来，这个动作也标志着2个人长达3小时的亲密相贴暂时结束。无忌，朴妍希立刻走上来，她的手里抱着2条浴巾，1件大衣，一边给她擦着头上身上的水，一边检查身上有没有伤口。后背那些细小的崩裂伤口自然逃不过朴姐姐的眼睛。挺疼的吧？朴妍希的眸光轻动，问道：嗨，再过1小时都要愈合了。苏无忌满不在乎地说道。见状，伊莲娜在心中忍不住地说道：喜欢这小渣男的女人真多呢。不过说这话的时候，伊莲娜的心里没有半点不爽，她更不是在替前女友打抱不平。这女人知道苏无忌后背的这些伤口都是为了保护他不受海水冲击所致。然而朴妍希给苏无忌擦完了身上的水，给他披上了大衣，却走到了伊莲娜的旁边，开始给他擦着头发。这个体贴的动作把伊莲娜给整不会了。这难道不是苏无忌的女人？伊莲娜在发呆的时候，朴妍希已经把她的长发擦了个半干，随后说道：你浑身都湿透了，别感冒了，快上车换件衣服吧，我都备着了。这一刻，伊莲娜忽然有点恍惚，这辈子只有妈妈帮自己擦过头发，那应该还是10来岁时候的事情。一转眼，妈妈已经去世很多年了，自己现在已经站得很高了，但伊莲娜知道自己肯定没有活成她想要让自己活成的幸福样子。谢谢。伊莲娜眼睛微潮地看着朴妍希，很认真地道了一声谢。